共存、共生与共有，这是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重要之道。玉山国家公园是以台湾最高峰玉山为名所成立的国家公园，范围涵盖南投、嘉义、高雄和花莲，也是台湾陆域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这里几乎包含了台湾所有低、中、高海拔的动植物，拥有台湾半数以上的原生植物及珍贵的动物，也是台湾黑熊重要的研究地区。在玉山国家公园的原住民则以布农族为主要族群，他们曾说，如果山上没有熊和山路，心里会觉得很孤单，好像没有人住一样。要谈台湾黑熊保育的前提，其实应该要先认识什么是台湾黑熊。有 V 字形的黑熊叫它亚洲黑熊，只局限在台湾这个岛屿分布的这个亚洲黑熊，我们就把它叫做台湾黑熊。台湾黑熊的独特性是在于，它是台湾最大型的陆域哺乳动物之一，而且它是原生的，而且只有一种。不像有的国家它有4种熊，有2种熊，我们只有台湾黑熊。台湾黑熊不能没有森林，台湾黑熊要是保护好的话，相对的就意味着这个森林是完整的。台湾黑熊的活动力很强，可以做长距离的迁徙，甚至可以从花莲跑到高雄。它的活动范围可以有1万个足球场，甚至2万个足球场这么大，甚至包含1/5个玉山国家公园。所以时常会跑到国家公园外面。所以如果我要保护一只这么会跑、行动力这么强的动物的话，可能就要提供它很大的栖息环境，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无形中就保护了这个上面的其他的众多物种，不管是植物啦、动物啦、菌类啦。它的保育价值其实是连带整个大尺度的生态系的保护、地景的保护，还有整个生物多样性的保存，远远超乎单一物种的保存。在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它之于我的价值是它是我的研究物种。可是到了后来，在研究黑熊的这个阶段，却让我跌破眼镜。我抓到了15只黑熊，而这15只黑熊，其中有2只整个断掌。那接下来的其他公的也有6只断手断脚。我们已经知道台湾黑熊是台湾濒临绝种的动物，过不久可能就会日落西山，就会从这块土地消失。那又在一个这么偏远的地方，那竟然有半数以上的熊因为非法狩猎的陷阱或者误中陷阱而伤残，我蛮不能接受的。台湾黑熊的情况，研究发现其实并不乐观。可是我相信，如果台湾人知道台湾黑熊的情况其实并不乐观，我相信他不会不伸出援手。如果都濒临绝种了，你都还不保育，那请问你要保育什么？某种程度，这些野生动物其实是弱势团体，就如同我们的河川，就如同是我们的土地。有些人会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价值，就把它破坏掉。可是他有没有想过，他的孩子其实并不会苟同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不意味着对于我们的孩子它是没有价值的。其实野生动物的保育到后来其实都是在影射我们人到底要一个怎样的未来。它就是台湾山林的代表，就是很能象征台湾的一种物种。如果台湾的山林里面没有了黑熊，就像一个家没有爸爸，山林没有了主人一样。山如果没有台湾黑熊了，山林就没有灵魂。台湾黑熊早拢在咱台湾的山顶保护咱的土地啊。如果我看到台湾黑熊，我会 say hi 台湾黑熊。我觉得台湾黑熊很酷又很可爱。台湾黑熊只有台湾才看得到。看台湾黑熊，我会抱抱亲亲。保育台湾黑熊是一个起点，建立你我保育的心是终点。当你我心中都有一座国家公园时，山林万物都将成为永远。